很多人最近看国际新闻都会有一种感觉，变化太快了，快到有点跟不上。今天呢，我想换一个角度啊，如果你把国家当成一个长期投资人来看，你会发现他现在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熟。如果一个国家是投资人，那最近他在做的事儿呢，其实就三件：第一，锁定长期必需资产；第二，降低对单一秩序、单一通道的依赖；第三，用安全资本和规则去换取长期可控的现金流和资源供给。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这和我们普通人做资产配置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一个最近发生，但是很多人没有仔细想过的例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在高加索地区呢，历史上冲突很多，打了几十年。但是最近一两年有一件事儿发生的非常快，战争停了，项目上了，资本进场了。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阿塞拜疆呢有一块飞地和本土之间被亚美尼亚隔开了。对于阿塞拜疆来说，飞地不通就意味着安全风险，也意味着经济和能源外运受限。这件事儿呢是阿塞拜疆几十年来的痛点，转折点就发生在去年8月，美国开始系统性的介入斡旋。2025年8月，阿亚两国同意在阿塞拜疆和它的飞地纳西切万之间建立一条穿越亚美尼亚的过境走廊。白宫说，这条走廊将被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 （TRIP）。届时，美国将拥有亚美尼亚授予的走廊独家特许开发权以及长达99年的运营权。阿塞拜疆则一直将这条走廊称为赞格祖尔走廊，但这个叫法呢遭到了亚美尼亚的反对。亚美尼亚说，这个名称呢暗含领土野心和治外法权的意味，坚持使用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这个叫法。原来呀，美国和亚美尼亚之间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美国占股74%，亚美尼亚占26%。这个走廊的本质就是亚美尼亚授权这家美亚合资公司特许经营权，允许它在亚美尼亚的领土上建设并且管理一条连接阿塞拜疆本土和它飞地纳西切万的过境通道。阿塞拜疆将获得使用这条通道的权利。看起来呢，三方都很满意。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啊，甚至对特朗普说要提名他当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其实呢，美国在这里扮演的角色非常的清晰：安全保护者、资本和规则的设计者、未来通道与资源的长期受益方。特朗普也不是来劝架搞和平的，他是来把冲突变成一个长期可控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图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资源。阿塞拜疆的核心资源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是非常典型的能源输出国。亚美尼亚的核心资源呢是铜、金、银以及多种有色金属矿。高加索不是穷地方它是一个被低效开发、被冲突锁住的资源区。而现在的变化呢是冲突降级了，通道打开了，资本和规则进场了。这对外部力量来说吸引非常大。那美国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我觉得美国在这里至少有3层的战略目标。第一层，资源和通道，能源、矿产、欧亚潜在的贸易走廊，这是硬资产层面的目标。第二层呢，牵制俄罗斯和伊朗。高加索地区历来是俄罗斯的传统影响范围，而阿塞拜疆飞地的南侧就是伊朗。在这里建立一个美国深度参与的通道与项目体系，就意味着对俄罗斯是后院压力，对伊朗是北侧牵制。第三层呢，是对中国的通道层牵制。中国并不是高度依赖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但是他们呢，确实是中国能源和矿产多元化来源的一部分。如果这条通道未来在资本规则、安保上深度由美国体系主导，那么它在客观上就会对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欧亚通道选择形成牵制。那么合资公司股份的问题呢，咱们到底该怎么看呢？其实真正的控制权来自4样东西：第一个融资能力，第二个技术和工程能力，第三个安保和秩序维护能力，第四呢规则和仲裁设计权。哪一方掌握了这4样，那哪一方就是真正的核心参与者。从这4个维度来看，那美国妥妥的是这条通道未来的实际控制人。所以你现在回头再看这件事儿不是突然和平的，不是偶然有合作了，更不是简单的美国在抢资源，而是他把战争问题转化成了一个长期可控可收益的资产项目。像不像投资人啊？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一定会问了，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直接给你答案。
这件事儿它不是一条新闻，它是一个方向的信号。它真正告诉你的是，美国在国家层面正在用真金白银、用安全和规则去锁定能源、矿产和通道。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些东西啊，正在从纯市场资产变成带战略溢价的资产，这才是它和财经的关系。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要去买矿产能源类的 ETF 呢？我给你一个分层的答案。第一层，逻辑上能不能配置？可以，原因很简单，国家在锁资源，国家在为供给安全付溢价，真实资产的重要性在上升。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给能源类资产留一个位置是有逻辑支撑的。第二层呢，是不是现在就该重仓冲进去买呢？那国家级的逻辑啊，不等于短期它的价格马上会上涨。资源类资产的现实特点就是波动大、周期性强，很容易被情绪放大。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赚快钱，想短期博收益，或者看到回撤内心就受不了，那么我会直接告诉你一句话，那这类资产呢就不适合你。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件事儿落实到自己的投资上，那请你一定记住下面这3条底线。第一条底线，它只能是配置，不能是信仰。资源类资产呢，不是让你去相信的，而是让你去防风险的。所以呢，不要梭哈，不当必涨的逻辑只是资产组合里的一个位置。底线2，你买的是长期的方向，不是短期的事件。地缘政治解决的是未来10年、20年的供给问题，而不是下个月的涨跌。所以呢，不要因为某一条新闻就去追涨，只能用长期的视角去看待它。底线3，如果你承受不了波动，那就不要碰了。如果你看到价格波动会焦虑，会反复怀疑，会忍不住频繁操作，哪怕任何投资的逻辑再好，它也不适合你。在这个时代呢，你的资产配置当中啊，有没有为能源、矿产这些真实的资源留一个位置？某些国家已经在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了。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